神奇的东经118度线，菲律宾领土被锁死，黄岩岛归属无可争议。近年来南海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持续演变，菲律宾在相关海域的活跃行动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学者高志凯最近在马尼拉论坛上抛出的东经118度线主张，却像一盘冷棋盘上突然落下的热子，瞬间改变了南海博弈的节奏。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一、菲律宾盯上了我国南海岛礁。作为曾被美国殖民的国度，菲律宾政坛中存在着一种颇为奇特的思维模式。尽管菲律宾曾饱受西班牙与美国的殖民统治之苦，但独立后的菲律宾政客们却认为，那些同样遭受过美国侵占的岛屿理应归入菲律宾版图。回溯历史，菲律宾这片土地上曾涌现过诸多政权，却无一能实现对整个菲律宾的全面掌控。它之所以能以一个国家的形态存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西班牙与美国殖民者出于统治便利的考量，强行将其整合为一个国家。这一情形与大英帝国对印度的统治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当时英属殖民地的版图横跨现今的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孟加拉国。受此历史遗留问题影响，菲律宾虽幅员辽阔，但其众多岛屿却被数百个部落和家族所分割，中央政府的权威大打折扣，甚至总统之位也时常在这些大家族间更迭。面对如此复杂的国内局势，即便是最有能力的政治家也难以有效解决政治和民生难题。于是他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外部，试图通过制造国际争端来赢得更多选票。与此同时，自清末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侵略，大片领土被割让，远在千里之外的南海诸岛更是难以幸免。在此背景下，南海的诸多岛屿逐渐被菲律宾、越南等国所侵占。二、黄岩岛背后的盘算。黄岩岛位于菲律宾海岸线的不远处，与中国海南岛相距也不过千里，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被视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冲。掌控黄岩岛，就如同在南海的门口上安装了一把坚固的锁。对于菲律宾而言，黄岩岛周边海域丰富的渔业资源是众多渔民生存的命脉，而中国则更看重黄岩岛对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南海战略安全的重要性。双方诉求的差异导致了不可避免的摩擦。菲律宾屡次提及黄岩岛，背后并非仅仅出于对渔民的关怀，国内政治局势的紧张使得对外展示强硬姿态成为转移视线的手段，而黄岩岛恰好成为了一个能够激发民族情绪的焦点。每当国内面临经济困境或政治压力时，黄岩岛变成了他们的情绪宣泄口。即便明知会遭遇中国的驱逐，菲律宾仍乐此不疲。美国的身影始终在这场博弈中若隐若现，其航行自由行动几乎每年都会再次上演。一旦美军舰艇出现在黄岩岛附近，便会引发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的意图显而易见，通过支持菲律宾来制衡中国，同时彰显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面对此景，中国的应对策略日益清晰，通过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其纳入法律与制度的保护之下。海警的常态化执法与军舰的适时护航，为这片海域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三、面对菲律宾的不断挑衅，我国学者用地图说话。南海争端不是一天两天了，其中菲律宾近年来的挑衅行为尤为突出。仁爱礁那艘破旧船只已非法坐滩26年之久，而黄岩岛稍有风吹草动，菲律宾便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宣示所谓的主权，甚至在国际上大肆渲染中国以大欺小的假象。这背后美国的身影若隐若现，从军事援助到联合军演，再到派舰巡航，菲律宾似乎有了靠山，形势愈发嚣张。然而菲律宾每次对黄岩岛、仁爱礁的主权主张，实则都是基于我先占着的片面逻辑，缺乏历史、法律及地图上的有力支撑。反观我国则始终秉持和平原则，未主动挑起争端，但也绝非毫无准备。特别是高志凯教授在马尼拉中菲关系论坛上的发言，犹如一记重拳，直击菲律宾的要害。高志凯教授在论坛上引用了3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条约：美西战争条约、华盛顿条约及英美条约。1898年的美西战争条约，美国以2000万美元从西班牙手中购得菲律宾，并明确划定了菲律宾的领土范围，西至东经118度。1900年的华盛顿条约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边界，确认菲律宾的领土依旧以东经118度为界。而英美条约则在国际层面确认了这一边界，英国与美国达成共识，
认可菲律宾的领土界限。从上面3个条约可以看出，这不仅是美国自己定的线，更是国际条约白纸黑字的内容。而黄岩岛在东经117度51分，仁爱礁在东经115度52分，按菲律宾自己的老边界，这些岛礁全都在118度线的西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且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投资的达尔文港，澳大利亚要强制收回，背后究竟有何目的？2015年之前，尽管澳大利亚已在达尔文港构建起一定规模的港口设施，但该港口并未成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重点，运营状况岌岌可危，濒临关闭边缘。2015年，中国蓝桥集团向达尔文港伸出了合作之手，双方迅速达成协议，蓝桥集团以 5.6 亿澳元的巨资获得了达尔文港99年的经营权。然而，租借这个港口也是经历了一番波折，直到今天，澳大利亚还在搞小动作。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多次试图收回达尔文港经营权。蓝桥集团接手达尔文港后，立即启动了全面升级与扩建工程，仅用5年时间，便建成了可容纳260个冷柜集装箱的现代化港口，累计投入资金超过2000万澳元。至2023年年中，在该港口的总投资已攀升至6000多万澳元，成功构建起一条连接亚洲的高效物流通道。数据显示，达尔文港的进口货物中有高达 75% 来自中国，而出口货物中 90% 流向了亚洲市场。特别是澳大利亚出口的矿石，大部分通过达尔文港运往中国、日本及韩国等亚洲国家。随着达尔文港业务量的激增，港口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动起了收回经营权的念头，效仿美国推动所谓的国家安全审查，企图将达尔文港的经营权重新收回囊中。但这一无理要求因缺乏合理依据，加之中方的坚决反对与警告，最终未能得逞。2025年，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再次抛出收回达尔文港的言论，引发中方强烈不满，以18个字回应：不能亏损时出租，盈利时收回。数据显示，2024年达尔文港的货物吞吐量达到了3500万吨，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8%。 尽管吞吐量大幅增长，蓝桥集团在达尔文港的营收却仍处于亏损状态，净亏损约 1.2 亿澳元。这意味着蓝桥集团在达尔文港的投资尚未收回成本，澳大利亚若此时强行收回经营权，无疑是将蓝桥集团多年的努力拱手让人，这是绝不可能被接受的。2. 达尔文港的地理优势。达尔文港相较于澳大利亚其他经济繁荣区域，这里显得较为宁静，城市人口仅约12万，规模尚不及中国许多县城，而其地理位置却赋予了它非凡的战略价值。北领地与西澳大利亚州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铁矿、黄金、铝土矿等矿产资源储量惊人，海底还蕴藏着油气田与油矿。这些资源若要远销海外，海运无疑是首选，因其承载量大且成本低廉。达尔文港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这些资源出口的理想通道。另外，达尔文港紧邻东南亚与东亚，与中国、日本等国距离颇近。作为澳大利亚最北端的港口，它也是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重要节点。掌控此港，意味着能够更有效地监控两大洋之间的航运要道，为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的贸易安全保驾护航。达尔文港还是中澳及东南亚贸易的重要桥梁。中澳贸易往来频繁，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大量铁矿石、牛肉、乳制品及红酒等商品。达尔文港的存在极大地缩短了运输距离，降低了成本，加速了商品流通，为双方经贸合作注入了强劲动力。3. 澳大利亚为什么想赎回达尔文港？从经济视角审视，达尔文港作为澳大利亚北部不可或缺的核心港口，曾因资金匮乏而将经营权交予中企。经过中企的精心改造与运营，港口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引擎。澳大利亚眼见港口价值日益凸显，遂萌生收回之意，意图独揽港口收益，进一步优化其经济布局。尤其在当今全球经济与战略重心加速向亚太地区倾斜的大背景下，临近的东南亚市场对澳大利亚而言，无疑是开启亚太经济大门的钥匙。达尔文港的战略价值因此愈发凸显。地缘战略层面，近期国际舞台上的一系列动作引人注目，从美国意图收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
再到长和集团出售巴拿马运河周边港口，无不透露出美国试图通过掌控关键水道与港口，重塑其海上霸权的野心。澳大利亚在此背景下，似乎正与美国形成战略呼应。达尔文港作为美国在印太区域的关键战略节点，自二战后便成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重要驻地，其军事价值不言而喻。随着亚太及南海局势的风云变幻，达尔文港更成为美澳在东南亚边缘地带的前沿阵地，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此外，面对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关税风潮，澳大利亚收回达尔文港也被解读为在关税谈判中增加与美国博弈的筹码，以争取更有利的贸易条件。然而，澳大利亚欲收回达尔文港并非易事。中澳双方签署的租借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若澳大利亚单方面违约，必将面临法律责任与经济赔偿的双重压力。我国海岸线长达 1.8 万公里，为何说山东的海岸线是最美的？山东半岛三面环海，3500多公里海岸线串联起7座沿海城市，498家 A 级景区，24家旅游度假区，25家旅游休闲街区，岛、滩、礁、湾、角千姿百态，每一处都藏着令人惊喜的风景。在港口泊位，满载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巨轮正劈波斩浪驶向欧美，内陆腹地的精密机械、绿色化工品也通过海铁联运跨越重洋。全球500强企业纷纷落自山东，设立研发中心与生产基地。山海虽远，童心可至，山东的海洋经济朋友圈正以澎湃之势拓展。山东海洋旅游产品品质亦不断优化。2024年，山东沿海7市共接待国内游客 4.8 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360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 11.5% 和 12.6%。山东的海为何如此让人心动？答案或许就藏在那3500多公里的蜿蜒海岸线上，藏在每一次跳岛寻幽，每一程游轮破浪，每一场与潮汐共舞的亲密体验中。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提及张北湾，或许不少人感到陌生，但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大名想必是家喻户晓。这片鲜为人知的海湾，实则是山海天景区里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海水清澈，沙滩平缓，沙粒细软，构成一幅蓝天映碧海，金沙半白浪的绝美画卷，令人沉醉不已。这里不仅有海天相接的浪漫景致，更有森林与海洋交织的奇妙景观。茂密的树林宛如一条绿色绸带，轻轻环绕着海湾。海滨国家森林公园更是游客的热门打卡地，步入其中，仿佛踏入了一个清新的绿色世界，每一次深呼吸都让人倍感舒畅。夜幕降临，张北湾更添几分宁静，月光倾洒海面，波光闪动，远处的灯塔在夜色中闪烁，为晚归的渔船照亮回家的路。这里不仅是海湾，更是心灵的避风港，让人忘却尘世烦恼，回归自然怀抱。张北湾的美是自然赋予的纯净之美，是山海天景区中最动人的风景。提及黄河口湾区，不少人脑海中会浮现黄龙入海的奇景，但它的美远不止这抹金色浪涛。作为黄河与渤海相拥的怀抱，这里既是万里黄河的终点站，也是沧海桑田的起始点，见证着母亲河与大海跨越亿万年的深情对话。潮汐与河水交织，在入海口处绘就了黄龙入海的绝世画卷。春秋迁徙季，这里变成了鸟类国际机场，数万只候鸟在此盘旋停歇，它们划过天际的轨迹与湿地相映成趣，共同奏响一曲生机勃勃的自然交响。今潭水翠色，碧海皆苍穹。青岛西海岸的灵山湾绘就了一幅最动人的生态画卷。这里坐拥北方最高岛屿灵山岛，海湾似灵动的仙子，以澄澈的碧波轻舞，将静谧与诗意赠予每位访客。经年累月的生态之旅，灵山湾已蜕变为水清沙白、鸥鸟翩跹的生态明珠，金色沙滩与蔚蓝海面交相辉映，重现海天交融的悠然意境。暮色四合时，落日融金洒满海湾，粼粼波光如星河倾泻，演绎着现实与梦幻交织的海滨诗篇。在中国最东端的海岸线上，桑沟湾似一幅徐徐展开的鱼香诗画。这里是迎接第一缕晨光的海湾，亦是大天鹅偏爱的冬日乐园。胶东半岛的典型景致在此尽现，海水澄澈如镜，波涛轻柔似绸。每年有成千上万只大天鹅自西伯利亚翩然而至，于碧波间轻盈起舞。晨雾缭绕时，天鹅的欢歌与海浪的细语交织成曲，踏浪观鸥间，
尽显人与自然的和谐交响。桑沟湾的魅力不仅在于生态奇景，更在于那浓郁的渔家风情。在海洋牧场，你可亲手捕捞鲜美的牡蛎、扇贝，入住海草房，沉浸于渔家的淳朴生活，品味地道的胶东风味。烟台长岛妙岛珠湾被国家地理遴选为中国最美10大海岛之一，自古便有海上仙境之雅称。群岛如星辰散落碧波，恍若仙人挥毫泼墨，绘就一幅缥缈空灵的海上桃源图。这里不仅有澄澈蓝天与蔚蓝海浪相拥，金色沙滩与温柔阳光共舞，更蕴藏着黄渤海交汇的奇景。站在分界线上，可体验一步跨两洋、双涛共耳畔的震撼。暮色四合时，漫步9丈崖底，穿过幽深的珍珠拱门，海浪亲吻礁石，灯塔剪影渐显，仿佛置身精心剪辑的浪漫电影之中。从近海观光到远洋深游，从传统赶海到沉浸式文旅新场景，山东正以开阔的海洋胸怀、丰富的业态创新和满满的情绪价值，重新定义着人们对海的想象。中缅铁路终于敲定，打通印度洋出海口，对我国云南意味着什么？打通印度洋出海口的中缅铁路终于敲定了。就在这一轮的上合天津峰会上，中缅达成一致，修建曼德勒至木杰口岸的铁路。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到这个消息上，可事情远不只是建铁路那么简单。它意味着中缅铁路正式进入了实质性的推进阶段，对于云南而言，或将迎来更多可能。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中缅铁路全面启动。中缅铁路作为连接中国云南昆明与缅甸皎漂港的国际交通动脉，不仅是中缅经济走廊的核心工程，更是泛亚铁路西线战略布局的关键一环。这条全长1920公里的跨国铁路，中国境内段从昆明延伸至瑞丽的总长690公里，其中昆明至大理的350公里已建成通车，大理至瑞丽段正加速推进，整体建设进度符合预期。缅甸境内810公里的线路规划分为2期，首期工程连接中缅边境木杰口岸与缅甸中部枢纽曼德勒，将串联起缅北多个工业城镇；2期则向西南延伸至皎漂港。木杰作为中缅最大陆路口岸，与瑞丽隔河相望，承担着两国70%以上的边境贸易。曼德勒作为缅甸第2大城市，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是东西部交通的咽喉要道，其华人社区规模居全国之首。位于若开邦的皎漂港具有独特地理优势，由兰里岛与大陆形成的天然避风港，是中缅油气管道的起点。铁路终点选址于此，将与油气管道形成海陆联动的立体交通网络，显著提升中缅经济走廊的物流效率。这条承载战略意义的铁路项目，中缅双方已持续推进10余年。2011年签署合作备忘录后，原定2014年启动建设，但受地缘政治、资金协调等因素影响，一度停滞。尽管双方后续重启多轮谈判，甚至引入第三方融资方案，但受缅甸国内局势变化影响，项目至今尚未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不过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这条钢铁丝路终将突破障碍，成为连接中国与印度洋的重要通道。2. 为什么要分2段修建呢？当前缅甸国内局势不稳，尤其是缅北的木杰至曼德勒一线，长期被视为缅甸的心头隐患，而且经济压力也让缅甸难以承担修建铁路的巨额费用。根据规划，中缅铁路的设计时速约200公里，与中老铁路标准一致，但线路大部分位于缅甸境内，总造价预计高达200亿美元，这对缅甸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为此，中国将承担大部分资金，作为交换，中方将获得中缅铁路50年的运营权。从实际操作看，分段推进是更稳妥的选择，先建北段再延伸南段，既能分散成本，也能提升施工安全性。3. 中缅铁路建成后对云南带来的巨大影响。中缅铁路建成后，最直观的改变便是为云南开辟出一条直抵印度洋的便捷通道。云南虽坐拥中国西南边陲的独特区位优势，但在国际贸易与物流运输上却面临诸多掣肘。云南的货物若要远销海外，往往需辗转至珠江口的广州等港口，不仅路途迢迢，运输成本也一直居高不下。而中缅铁路建成后，从昆明出发便可直抵印度洋沿岸，运输距离大幅缩减，效率显著提升。据测算，以昆明运往欧洲或中东的货物，传统路线长达1.2万公里，而通过中缅铁路至皎漂港再出海，
距离可缩短近5000公里，时间节省7至10天，运输成本预计降低30%左右。这对云南的企业而言，无疑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大利好。云南更将借助中缅铁路，跃升为东南亚的物流枢纽。缅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木材及农产品资源，这些资源将通过中缅铁路与中老铁路、中越铁路及中泰高铁等实现无缝对接，最终汇聚于昆明。届时，昆明将成为中南半岛外的超级物流中心，各类物资在此集散、中转，构建起一个庞大而活跃的物流网络。不仅如此，中东、东南亚及印度等地的货物均可从皎漂港登陆，经中缅铁路进入昆明，再向北分发至四川、重庆、贵州等地，而云贵川地区的货物出口也将借助这条铁路顺畅出海。在大西南地区，云南将毫无争议地成为外贸的领头羊，引领区域经济驶入快车道。中缅铁路的建设还将为云南旅游业注入新的活力。中缅两国文化渊源深厚，佛教文化、傣族文化跨境交融，旅游资源丰富多元。铁路通车后，有望催生一条跨境黄金旅游线。据业内人士预测，中缅铁路建成后，每年将带动跨境旅游人数激增30%以上，为两国创造数十亿美元的旅游收入。这对云南的旅游业而言，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将推动云南旅游迈向新的高度。新中国成立后，共撤销了8个省份。有你的家乡吗？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阶段。经过对全国各大行政区进行调查与分析后，决定撤销一些不再适合管理的省份。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高原上远去的雄鹰。西康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与四川、云南、青海、西藏4省交接，管辖面积约 45.1 万平方公里。下辖地区包含了今天的四川甘孜州、凉山州、攀枝花市、雅安市，西藏的昌都市和林芝市。这里是内地进入西藏的必经之路，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在1939年，为了维护川藏地区的稳定，建立了西康省，省政府设在了康定。新中国成立后，西康省在国家的引领下度过了5年时光。随着战事平息，社会趋于稳定，中央政府将发展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而地处西南的西康省地域广袤，人口稀疏，经济滞后，不利于国家整体发展。所以在1955年，中央决定撤销西康省建制，将昌都、林芝等地划入西藏，其余地区并入四川，由此奠定了我国现今的行政区划格局。2. 昙花一现的平原省。与其他省份不同，平原省并不是中国政府设立的。1945年，黄河以北的河南地区被日军占领，并在沦陷区设立了平原省。平原省所管辖的区域包括今天的新乡、安阳2个地级市和当时的新乡、安阳、呼溪、菏泽、聊城、濮阳等6个专区，共计56个县，总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人口1500万，省会新乡市。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将其撤销，而是由中央直接领导。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平原省是第一个被撤销的省份。1952年撤销后的平原省，其行政区域分别划归山东、河南2省。3. 我国北疆的守护者。绥远省地处现今内蒙古中部与南部，自古便是中原王朝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防线，宛如一道坚实的护盾，守护着内地安全，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清时，它隶属山西管辖，是昔日塞北4省中的一员，省会即如今的呼和浩特。在新中国撤销的8个省份里，绥远省成立较早。1914年，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设立绥远特别区。1928年，国民政府将其改为绥远省，它的面积达 32.9 万平方公里。1954年3月6日，绥远省建制被正式撤销，其原有辖区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省建立于1912年，坚持了40年，包括今天的山西大同、河北张家口以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大部、乌兰察布市的一部分。在清朝时期，这里属于察哈尔部，以蒙古族居多。抗战时期，该省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新中国成立后，到1952年，国内的战事基本结束，察哈尔省已经失去了它的军事价值，再加上此地资源匮乏，人烟稀少，不利于经济发展，所以中央政府于1952年11月15日撤销察哈尔省级行政区，所管辖的区域由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分别接管。热河省处于内蒙古、辽宁、河北3省交接的地带，
主要包括的地方有今天河北省的承德市、内蒙古东边的赤峰和通辽地区，还有辽宁的阜新、朝阳、葫芦岛等地区。省会承德市面积 19.99 万平方公里，面积比今天的河北省还要大。新中国成立后，于1955年撤销了热河省级行政区，所管辖的区域均由河北省、内蒙古和辽宁省接管。撤销原因主要有2点：第一是为了恢复内蒙古历史上本来的面貌；第二，为了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一个先后存在仅15年的热河省就此撤销了。4. 北大仓与重工业基地。松江省一个处在今天黑龙江省南部地区的省份，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与松花江有关，是东北粮食的主产区和工业基地。这个省份则是由如今的哈尔滨和牡丹江2大城市组成，更是如今黑龙江省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地处我国东北，是东北地区重要的组成部分。1945年在苏联红军的控制下，于哈尔滨成立滨江省政府。次年，国民政府改滨江省为松江省。新中国成立后，到1954年，松江省被撤销，下辖地区合并到黑龙江省，省会为哈尔滨。经过多年的演变，就形成了今天黑龙江省的版图。从地名上来看，就不难理解，辽东省、辽西省属于今天我国辽宁省的一部分。1948年11月，东北地区全面解放。1949年，东北人民政府对该地区的行政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分和调整，辽东和辽西2省在这一时期诞生。其中，辽东省包含的地区有今天辽宁省的大连市、丹东市、辽阳市、营口市、桓仁、岫岩，以及现在吉林省的通化、白山等地组成，省会则是如今的丹东。辽西省辖4个市、21个县，4个市则为锦州市、四平市、山海关市、阜新市，省政府设在锦州市。辽东和辽西2省存在的时间非常短，从设立到撤销仅有5年。1954年，辽东和辽西2省被撤销，合并为辽宁省。原辽西省所属的四平市划归吉林省。国际上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有6个，我国入围1个，他们都是谁？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表现出了巨大的潜力，而在发展过程中，很多城市会联合发展，互取优势或是互相帮衬，因此久而久之也形成了城市群。其实不止在中国，在全球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在这些城市群中，却有6个城市群是全球鹤立鸡群的，而中国也占据了一席之地。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大西洋沿岸地带，是全球6大知名城市群之一。早在1961年，法国地理学家哥特曼便在其著作《城市群：美国东北海岸的城镇化进程》中，首次提出了城市群这一概念，特指那些人口超2500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超过250人的超级都市集合。该城市群以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及华盛顿等大城市为枢纽，串联起40余个人口超10万的中小城市，宛如一条璀璨的都市链。其纵深达965公里，宽度在48至160公里间浮动，总面积达 13.8 万平方公里，占据美国国土的 1.5%。这里汇聚了6500万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1/5，制造业产值占全美70%，城市化率高达 90% 以上，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主地。2. 北美五大湖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区域宛如一条璀璨的工业明珠带，自芝加哥向东绵延至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直至加拿大的多伦多与蒙特利尔。这里不仅是美国的钢铁心脏，匹兹堡的钢铁产业举世闻名，更是汽车王国的摇篮。底特律及周边地区汇聚了通用、福特、克莱斯勒3大汽车巨头，其产量与销售额占据美国市场的80%，堪称全球制造业的巨擘。因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丰沛的水源，五大湖沿岸孕育了庞大的工业体系与繁华的城市群落，如芝加哥、底特律、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名城。3.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琵琶湖与濑户内海堪称日本城市经济圈的璀璨明珠，东京湾临海经济模式的缩影亦在此间展现。这片土地上，内海、河流与湖泊交织成网，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共绘繁荣图景。琵琶湖作为日本首屈一指的淡水湖，滋养着大阪与京都2大都市。然而，上世纪60年代的经济狂飙却让这片碧水遭受重创，水质恶化，赤潮、绿藻频发，浅水区更是垃圾堆积如山。
面对此景，当地政府毅然决然地展开了一场综合治理与公害防治的攻坚战。濑户内海沿岸的人口分布不均，工业城市星罗棋布，南四国地区则相对稀疏，中小城市点缀其间。以京都、大阪、神户为核心的大阪城市圈，亦称京阪神三都地带，产业多元，各具特色。若峡湾的渔业、濑户内海的养殖业以及阪神工业区的现代工业，共同编织出一幅丰富多彩的产业画卷。4. 英伦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英国形成了一条贯穿利物浦的城市带，涵盖纺织名城曼彻斯特、机械重镇利兹以及伯明翰、谢菲尔德等重要都市，并延伸至众多卫星城镇。这片面积仅 4.5 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在工业革命后崛起为英国核心产业基地，以3650万人口成为全球6大城市群中面积最小、城市化程度最高且历史最悠久的区域。5. 欧洲西北部城市群。欧洲西北部汇聚了3大核心城市群：大巴黎都市圈、莱茵鲁尔工业带以及荷比低地城市群，共同构成全球6大超级城市群之一。其版图覆盖145万平方公里，囊括巴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等20余座100万级人口都市，区域内聚集着4600万居民，形成密集的都市连绵带。6.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地处长江入海冲积平原的长三角城市群，涵盖上海及南京、无锡、杭州、宁波、合肥、芜湖等地，共计26个城市，总面积 21.17 万平方公里，拥有 1.5 亿人口。这些城市在2014年共创 12.67 万亿元的生产总值，分别占全国的 2.2%、11% 和 18.5%。这一区域不仅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更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开放战略中占据关键位置。长三角城市群凭借其深厚的经济基础，已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前沿阵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另外，该区域的交通网络发达，高速公路、铁路干线密布，拥有多个现代化海港和机场，构建了完善的立体交通体系。这些优势为长三角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